大耳频道，我是殷大吉。济州岛是位于韩国西南海域的最大岛屿啊，作为一个旅游胜地啊，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内外游客观光啊。这个岛上也发生过很多故事。那上一篇内容啊，金素允遇害事件就是发生在济州岛啊，可就在今年又发生了令人感到震怒的事件，而且很快就要审判了。这一切都要从那一通报警电话说起呢，就把时间拉回到7月份。2021年7月18日晚上10点51分，韩国济州警方接到了一通紧急报警电话。打电话的是一名女性朴某啊，她说发现自己的儿子金敬贤在家中死亡。9分钟之后，警方火速赶到报警人的家里。受害人金敬贤年仅16岁的中学生，他的手脚嘴巴都被绿色的胶带捆绑，面部及身体多处部位发现淤青，2部手机也都被摔碎，铺在地上的垫子也破损严重，就像告诉人们他当时所承受的痛苦一样。家里的地上到处都撒着食用油，可以确认是一起刑事案件。警方马上在门前拉起了警戒线，母亲朴某犹如万箭穿心，悲痛欲绝。首轮调查之后，有了初步的认定，受害人是窒息而亡，颈部有3.5厘米宽的一道勒痕，这个宽度一定不是绳子，所以警方推测是皮带造成的。总之这很明显是他杀。案发时的7月份正是中学放假阶段呢，所以金敬贤平时都会在家里。母亲朴某说，案发当天下午2点15分，两人还通过电话。敬贤说正在家吃饭呢。当天下午4点再打过去就关机了，那说明下午2点15分到4点之间为案发时间。那到底谁能和一个中学生有如此深仇大恨，犯下如此惨绝人寰的罪行呢？那朴某指控了一个嫌疑人，或者说和警方是心照不宣，共同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那个男人，或许他就是凶手。这个人叫白光石。受害者家的前后一共有2个监控探头，位于后面的监控拍摄到了在下午3点16左右，2名男性通过围墙闯入了2层的阁楼。25分钟后，其中的1名男性自己出来，然后另一名大约在3小时之后才离开。之前我们有提到过，济州的监控探头布控的还是很严密的，所以警方通过分析道路上的监控，很快就锁定了一辆轿车。通过对轿车的信息调取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第二天中午12点40分，在济州市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之一，46岁的金史南。逮捕理由是涉嫌杀人，另一人还是在逃状态。金史南被捕后，面对警方的审讯否认一切罪行，说自己并没有进入案发现场，直到警方拿出监控视频，他才交代了在逃人员果然就是48岁的白光石，但并不清楚对方现在的下落。警方不断继续追踪，就在同一天晚上7点26分，在济州市的一个快捷酒店里逮捕了准备外逃的白光石。那白光石48岁，金史南46岁，金敬贤16岁，他们的犯罪动机到底是什么呢？金敬贤出生于2006年的5月14日，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了。他跟着母亲朴某生活，这朴某开了一家餐馆每天要从早忙到晚上，常年没有休息所以敬贤早期都是由外婆一个人带着，直到外婆去世之后家里就只剩下母子2人。敬贤从小就非常懂事一直都很独立，他们也是过着平静的生活。可是在2019年，这个家庭迎来了一些变化。那朴某认识了一个经常来店里光顾的男性，48岁的白光石。那2人都是离异单身的状态，而且都带着一个儿子。在接触的一段时间当中白光石展现出了自己温柔体贴、温文尔雅的一面，又温情脉脉地对他表达爱意。而后2人温情蜜意，决定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家庭。要说明他们的关系为事实婚姻，那就是以夫妻的名义在一起生活，对外也都说2人是夫妻，家庭内部也都认定这种关系，但并没有就是领证结婚所以并不是法定的夫妻关系。那毕竟2个人都是带着一个孩子嘛，双方也都想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再来最终确定是否进行婚姻登记。这如果不合适就一拍两散就省去了不必要的麻烦。这也不是无法理解的由此4个人
两个家庭就重新组合了。同居的2年期间呢，虽然也会在一些生活方式啊和琐碎上啊有一些小的不适，但总体来说还是问题不大。两个男孩之间呢一直没有什么矛盾，反而是白光石这边开始变得有些让人难以适应，或者说他已经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个人开始对朴某的控制欲变得愈发强烈。女方开了一家餐馆啊，需要经常在外面，白光石就在那儿安装了一个远程监控器，然后经常在手机上关注她每天的一举一动。如果不在自己身边，他就会产生严重的猜疑心理，无论走到哪儿啊，都必须实时和他进行报备。仅在6月份就摔坏了女方的5部手机，就感觉对方回家晚了，二话不说直接抢过手机就摔掉，甚至还进卧室偷走她的衣服，让她没办法去店里。一群姐妹在外面吃个饭也会引起她的怀疑，不断打电话，然后直接找到饭桌前把人给拽走。从这些情况来看呢，白光石有着强到极端的控制欲，随之而来的就是两人的矛盾升级啊，然后就是白光石的家庭暴力。抛开经常掐住对方脖子这种举动，有一次啊，他扔出去的玻璃杯直接打破了朴某的脑袋，鲜血直流；又一次扔出去的相框直接就划破了他的头部，缝了5针。这也让16岁的金敬贤啊彻底愤怒，他会挺身而出，站在母亲面前和白光石对峙。这也让白光石非常恼火，和他说你母亲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太没用了。朴某已经无法再忍受这种非人一般的折磨，和白光石提出分手。白光石带着儿子搬出了这个房子。那即便两人分开以白光石的人性肯定不会善罢甘休。2021年的7月2日深夜，朴某正在家里熟睡，突然被一阵剧痛惊醒。一个蒙面人正在对自己进行拳打脚踢，然后被对方直接掐住脖子，差点窒息。当敬贤被声音惊醒下楼的时候，这个人转身就跑了。天亮以后，朴某就进行了报案，已经完全没有安全感了。因为深夜对方又进行了蒙面，所以没有看清楚样貌单凭对白光石的怀疑是没有办法定罪抓人的。警方也是对他进行了询问但也感觉是问题不大就是一个家庭内部纠纷而已不会太严重，以至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白光石气焰就变得更嚣张了。打电话给朴某说：“你报警是想死吗？”朴某说：“我不可能让你继续伤害我了。”白光石就说：“这是你说的那我就对你最爱的儿子进行下手，你等着吧。”7月3日，朴某发现房子外面天然气管竟然被人用刀切断，而再次报警。7月5日，他发现白光石竟然出现在自家房顶，又一次报警。根据这些情况警方召开了人身保护审议委员会，决定对朴某进行人身保护。那朴某也希望他们能够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另一边为了不让儿子担心，说没关系自己一切都好，但敬贤也对母亲说：“我会保护你的。” 걱정하지 마. 엄마 시킬 거니까는 난 남자잖아. 那敬贤还说自己已经在努力锻炼保证以后在1对1的时候不会输，以此来保护妈妈。这时候朴某也总是会说：“那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去和对方冲突，不是谁赢谁输的问题因为你还年轻没有必要去冒任何风险。你要做的就是时刻确认家里的门窗都锁好，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警察，交给法律好了。” 7月16日下午3点，警方先在朴某家前后各安装了一个监控探头，陆续母子2人都看到了这个家门前的变化。然而发现监控探头的不只是母子2人。晚上8点半左右，家门前突然出现了可疑的身影，他似乎从很远就看到了监控，犹豫了很久才走进镜头里，而他就是时刻高强度监视着朴某母子的白光石。他在门前不断徘徊，然后向里面张望，而此时家里并没有人。很晚的时候，母子2人回家之后，刚进门，监控里又拍到了这个可怕的身影，他一直都是躲在暗处。第二天7月17日晚上，白光石再一次出现，或许他一直在找机会再次进入室内行凶，但忌惮于监控拍到自己只敢偷偷瞄了一下，然后就没有再出现。很显然，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回去做了充分的准备。因为隔天的7月18日，他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而且还找到了一个共犯。
早上7点42分，共犯金史南就驾车来到一家商店，购买了手套和一卷绿色胶带，再次驾车离开。下午3点16分，白光石和金史南两人呢出现在了房后的镜头里，他们两人全都戴着白手套，蹑手蹑脚爬上了后房的屋顶，然后顺着屋顶溜进朴某家顶层阁楼的后窗。25分钟以后，金史南只身一人出现在镜头里，先行离开了。他把自己的手套扔进了附近的垃圾桶，然后又去了银行的 ATM 机，插入了白光石的银行卡，给自己转账了700万韩元。这是白光石答应找他来帮忙的酬劳。又过了2个多小时，接到白光石的电话，才再次开车回来接他。两个人打算逃跑，但第2天就被警方抓获了。 결정됐기 때문에 마스크 잠시 내려주십시오. 마스크 한 번만 내려주십시오. 마스크 잠시 내려주십시오. 유족에게 하실 말씀 없습니까? 죄송합니다. 那白光石被捕后，对于敬贤被害的原因是这么解释的：因为他从来都不叫我父亲，就称呼你所以让自己感觉很不爽。和朴某分开之后就开始悲观厌世，想要自杀。 但是害怕就这么死去太窝囊，就想着必须先去教训一下对方。但他主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对受害者下手，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受害人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没有父亲会害死自己的儿子。他进到房间后呢，和敬贤聊了一会儿就吵了起来。冲突的过程中金史南把他勒死了。 金史南说自己并没有参与杀人，只是跟着去了而已。虽然也想过可能会出问题，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自己虽然也殴打了受害人，但最终动手的是白光石，他所说的都是假的。那白光石，你为什么作案后呢，在受害人家独自待了3个小时，又在屋里的地面到处撒上食用油呢？他解释说自己想点火烧了房子，自我了结，但一直很纠结最后感到内心很怂，就收手离开了。后来一些专家分析也许白光石一直没有离开的原因，就是打算等到晚上朴某回来再次行凶，然后再放火烧掉所有现场留下的证据。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白光石这个人有过多次的犯罪前科。早在2003年，女友要跟他分手，他就一把火把人家给点着了。女方后来选择消失在8年后的2011年又被他发现踪迹，结果是被他尾随到家里实施暴力，并进行死亡威胁。由此，他被处以2年有期徒刑，缓期3年。 他就以缓刑期的形式继续在外面生活，然后再一次结交了一位新女友，可对方还是提出分手。他又拿着凶器和绳子去对方家里威胁要杀掉对方。结果就是他被处以了6个月有期徒刑，入狱服刑了6个月。 那虽然无法准确预料到一个家暴事件的最终走向，所以警方可能会按照正常流程去处理化解矛盾，这都没有问题但这个案件明显不同因为它的前科就是家暴演变而来的。如果警方能在多次接到报案的时候能够对他多一些约束的话，那也许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可惜前科并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引起了社会和一些媒体的质疑警方也做出了回应，因为此前是朴某多次报案，也认定了存在家暴这个事实，但并没有掌握到金敬贤遭到暴力或者是虐待的情况，所以安装监控或者是多次巡逻保护的目标只针对朴某个人，没有决定同样对金敬贤也采取保护措施犯罪前科 不会作为参考而改变调解家庭暴力的流程，很显然，这个答案并不足以让人信服因为弱势的母子2人是作为一个家庭存在的整体只保护一个人的说法，就难免会显得就很不负责任。而且这个案件就是白光石前科的升级恶化版，还说前科不足以让警方感到警惕总会让人感觉有点荒唐。 然后再说朴某家前后安装的2个探头，这2个探头并不是另一端可以实时监控的，而是自带内存录制画面用的监控。也就是说
即便是这边呢拍到了案发的全过程，警方那边也是完全不会知道的，只能是在事后啊从这里把影像资料调取出来。那白光石都知道啊，在朴某的餐馆安装实时监控，然后用手机远程时刻查看对方的一举一动。你们用的却是一个就类似行车记录仪的设备。那警方也说，配合这个监控设备啊，其实还有一个智能的定位装置，保护对象啊在危险的情况下按下按钮啊就可以直接报警了。这样配合起来使用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但因为库存不足，所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这个装置。后经过媒体深入调查，发现并不存在库存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说谎了。那警察再一次辩解因为已经安装了监控，所以就忽视了发放装置的流程。那这种感觉就让人很失落这个悲剧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不能说济州岛的警方是完全没有作为也不能说这个装置配齐和凶案发生存在什么因果关系。但如果真的在某一个环节上更加重视一些，是不是就能多换取一些金敬贤生的希望呢？总之，警方这边的态度很明确了，一切照章办事，没有毛病。这2名加害者虽然面对镜头始终不肯露面，但信息还是被人爆料。当然，国民也是联署请愿曝光身份。警方最终也决定了进行公开，媒体才有权对肖像进行了刊登。这一方面，韩国民众自己也很迷惑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公开与否的界限到底在哪里？2021年11月18日，在济州地方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检方要求法院判处2被告人死刑，这提交了证明2人共同预谋作案的关键证据，其中一个是作案用的皮带皮带中间部分呢是检测到了白光石的 DNA， 皮带的2端检测到的则是金史南的 DNA。 那2个人在庭审过程中互相甩锅，互相指认对方是凶手，但最终也都是表示无论受到任何惩罚都会接受。对于他们的宣判会在2021年的12月9日上午10点进行。如果有了最终的结果，我也会马上告知大家。那希望法律能够做出正义的裁决，去告慰那一个一直想要保护妈妈的勇敢男孩。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最后不要点赞、点击、谢谢你了，拜拜。